作为加拿大税务居民的你，年年报税，可是你知道个人税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吗？你知道怎么优化你的税务结果吗？如果想解锁这些疑惑，本期视频定会让你豁然开朗。通常，加拿大的税务居民每年4月30号之前都要申报上一年度的个人所得税。加拿大个人税由联邦税和省税组成，两个税计算方法一样，由税务局统一管理，而且是在报税时同时完成的，魁北克省除外。联邦税是全国统一的，各省的税稍有不同，两个计算结果合并就是你报税的最终结果。报税看起来很复杂，是因为科目繁多，其实底层逻辑很简单，就是做加减法再做乘法就可以计算了。本视频的目的就是在短短8分钟之内让你明白报税和税务优化的底层逻辑。视频最后有个人报税清单，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截屏索取。下面让我们以联邦税的计算为例，看看个人税是怎么计算的。总的来说，报税就是2大步骤。第一大步骤，计算应税收入。首先，我们计算一下当年的总收入。此时的你看到的税表是这样的，不要被这么多的名目吓着，其实这些收入就分为几大类。第一就是常规的收入，如果工作就有打工的收入、佣金收入或者生意收入。如果已经退休，那就是退休金 CPP 或者自己存的 RSP 退休金，或者如果已经满71岁 RSP 转为的 RIF， 还有工作时雇主存的 RPP 等。还有政府福利，包括老年金 OAS、 失业保险金 EI 以及2020年的疫情补助 CERB 等。除了以上的常规收入或者福利外，还有投资收入。如果你投资了有房产出租，那就有租金收入，还有利息收入，例如银行存款利息，或者是购买债券产品都会有利息收入，这个都是按照100%计算在收入里面的。或者是股票买卖、房屋买卖的资本增值部分，按50%计入收入。分红有相应的折算方法，最后算出一个数计入总收入。这里计算出的总收入不仅仅指加拿大收入，还包括全球收入。加拿大税务居民要申报全球收入，例如如果你在中国工作，但仍然是税务居民，就需要在这个表里填你在中国的就业收入。另外，如果你在海外投资或者有海外企业，除了收入要体现在这些总收入里面，你还需要填海外资产表 T1135 或者海外企业表 T1134。我们加总算出了总收入以后，可以从中再减去一些抵扣项目，通常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RSP 退休金，另外还有例如工会会费、职业会费、儿童看护费、搬家费、利息支出等项目。减去这些抵扣项目以后，我们就得到了净收入。净收入在税务上是一个重要的数字，因为绝大多数的政府福利都是根据个人或者家庭净收入来计算的。即使你的总收入较高，你可以通过一些抵税工具而把你的净收入有效地降下来，例如 RSP、Flow Through， 或者我上次视频提到的购买零排放汽车。不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翻看第2期关于特斯拉抵税的那期视频。这样你不但少交了当年的所得税，还可能增加政府福利。有了净收入以后，我们再减掉一些非常规科目，例如其他年份的资本亏损、非资本亏损、净资产亏损、资本增值抵扣额等，就可以算出应税收入。很多人没有这些抵扣，那么应税收入就会等于上面算出来的净收入。有了应税收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第2大步骤，计算应缴税额。这个表是2020年的联邦税率表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加拿大的税是累进税制，也就是说收入越高，边际税率越高。我们举个最简化的例子，例如一位单身人士2020年有6万的应税收入，那么他的联邦税的计算是前48535，按照15%的税率算出来是7280，
剩下的48535到6万之间，按照 20.5% 的税率算出来是2350，所以它总共的联邦税是上面按照 15% 算出来的7280和2350相加等于9630。它的联邦税算出来这么多，但是不等于它要交那么多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还有 tax credit 抵税金。我们在这个最简化的例子，可以使用基本的个人免税额为12298，按照联邦 15% 进行折算，算出来是1845。也就是说，他的个人免税额可以给他免税1845，所以他实际上要交的税是上面算出来的9630，再减去1845，等于7785。当然，以上只是为了说明原理所举的最简单的例子。通常抵税金除了上面提到的个人金额，还有年龄金额、配偶金额、学费、学生贷款的利息、医药费等。所有这些抵税金相加，再乘以 15% 的系数，就得到总共可以抵税的实际金额。计算出这些抵税金额以后，再减去股息抵税金、海外抵税金等，就得到了净联邦税款，也就是实际上要交的税。但是我们并不是每年等到报税的时候再交税，而是例如上班的人的工资条上其实是定期扣工资税、CPP 等项目的。如果是自雇的话，也可能需要定期向税局缴纳税金，所以要把当年自己已交过的税金、CPP 等跟这个计算出来的应缴税款这两个结果相比较，如果是多交了就要退回来一部分，如果是少交了就要向税局补交。你的每年报税都有退税或者要补税的计算结果，就是这个数。这里就是一个报税材料准备清单，供大家参考。绝大多数的报税所需材料都在上面，需要的可以截屏索取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更清楚怎么优化自己的税务结果了呢？你要交的税不是由总收入决定，而是由应税收入决定。Tax deduction 和 tax credit， 也就是免税额和抵税金，都可以帮助优化你的报税结果。关于他们的具体介绍，我会在下一期视频讲解，敬请期待。我们下次聊。